斗破苍穹年番104集，凤七儿大战萧炎，只听他一声冷喝，青银色光柱迅速爆射而出，说道：萧炎，一指，取你命！风尊者微微眯起双眼，准备阻拦风沙指。雷尊者见状，手掌也雷光闪烁。然而萧炎身下此时一朵碧绿色火莲浮现，花瓣缓缓张开，绚丽异常。光束与火莲狠狠撞击，将碎石吸入光圈，震碎成粉。2分钟后，波动渐渐消散，广场上众人爆发一阵惊呼，陌生的火莲竟以超乎预期的力量击败了风沙指。风尊者放松了紧绷的身体，但眼中流露惊诧，思索道：萧炎能施展出如此威力的斗技，这萧炎的天赋比起当年的寒风要强上许多。广场边缘，众人凝望着光束消散的地方，感叹这家伙居然接下了凤七儿的风沙指。凤七儿内心震动，但仍然面无表情。萧炎火莲加速旋转，凤七儿释放彩凤抵御，不曾想光照成型，却被火莲爆炸震飞。凤七儿冷静施展血脉吞灵，实力飙升至3星斗宗。萧炎见凤七儿实力大增，冷笑着施展天火3玄变，也到达3星斗宗。萧炎注视着凤七儿的七彩风翼，感觉熟悉却难以言喻。突然，凤七儿的眼神冰冷，体内斗气暴涌，幻化成巨大的黑色凤凰虚像。萧炎面对这威压异常的魔兽本体，心生惊悸。凤七儿冷漠地注视萧炎，声音寒冷而霸气：妖皇圣像，吞天纳地。黑黄虚像猛然展翅，散发恐怖的乌黑光芒，向萧炎袭来。萧炎凝视着那黑色光芒，心中一动，古灵冷火出现。突然，他感觉到那界中的青红血液波动，心中猛然一惊，他是天妖皇族的人。席位上，风尊者见凤七儿背后的巨大黑凤凰虚像，微微变色，转向雷尊者道：他竟是天妖皇族的人，你为他掩盖气息也有所必要。雷尊者笑笑，能逼得青儿施展本族秘技，萧炎确实不凡。风尊者眼中闪过寒意。场中的萧炎心情不宁，意识到凤七儿的身份后，他惊讶地发现凤七儿的彩色凤翼和自己的骨翼非常相似，如同镜像。萧炎暗自震惊，感受到那界中青红血液的异常波动，心中不安。他必须隐藏血液，以免引来麻烦。思考间，凤七儿照出一阵乌黑光芒从天而降，在广场上留下深坑，漆黑火焰蔓延。萧炎震惊不已，这不是一火，却强过一火。凤七儿冷笑，控制乌黑光芒向萧炎袭来，声称圣像之力无可躲避，将跟随你一生。萧炎知道必须摧毁他，如果让凤七儿再施展一次，想脱身将更为困难。漆黑眸子寒芒闪动，萧炎左手一握，碧绿火焰涌现而出，眉心一点，森白火焰也同时升腾。3种异火在他手掌燃烧，恐怖温度使天际炽热。席位上，风尊者看见萧炎身上的3种异火，震惊不已，他们从未见过一个人身怀3种异火。风尊者自语道：焚诀，老顽固居然传授给了萧炎。萧炎毫不犹豫地将3种异火聚集在手掌，引起了一阵轰动。他竟然敢如此融合。雷尊者也难以置信，异火力量虽强，但彼此之间相互抗拒，若不小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乌黑光芒再度袭来，萧炎闪现数丈之外，3色火团裂开，一朵火莲悠然升起。火莲一现，天地能量巨变，空间涟漪扩散，整个场景陷入混乱。席位上，雷尊者等人脸色巨变，这家伙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斗技？火莲成型，萧炎终于稳定下来，长舒一口气，挺身而起，展现出豪气。佛怒之下，鬼魅无存。火莲化作火芒朝凤七儿飞去，空间剧烈震荡，漆黑裂缝在天际扩展，引起无数惊叹。凤七儿首次露出动容，释放乌光，形成10几丈乌黑巨钟，圣像妖皇钟。4大尊者眼中闪过凝重，风尊者轻笑：妖皇钟虽强，但不成气候。乌黑巨钟刚凝时，火莲以决然之势撞击，当
钟银声如惊雷响起，音波横扫天空，火莲爆炸，引发火浪肆虐天际。席位上所有人目瞪口呆，乌云被火海吞没，斗气无法抵挡高温。四大尊者震惊于萧炎的恐怖斗技，即使六星斗宗难比。但见剧中没有破碎，雷尊者松了口气，只要凤青儿坚持，他将获胜。然而突然间一道清脆声音在寂静中响起，咔嚓！雷尊者眼中微缩，看到乌黑巨钟上细小的裂缝悄然蔓延。巨钟上的细小裂缝在雷尊者等人眼中显得微不足道，但他们脸色变化明显。剑尊者和黄泉尊者也惊讶萧炎能击破妖皇钟，这家伙从哪冒出来的？斗技如此强悍，天赋如此惊人，两人眼中带沉思。凤青儿的妖皇钟都挡不住他的火莲，这个萧炎太可怕了。众人盯着天空说。三色火海中，乌黑巨钟表面颤抖，细小裂缝加速扩展，发出轻微声响，全场寂静无声，目光震撼。萧炎悬空，脸色略苍白，三色火莲施展耗能巨大。他服用丹药加速恢复斗气，注视裂缝不断扩展，全身斗气运转。裂缝覆盖巨钟，火海再次撞击，砰！巨钟剧烈颤动，裂缝内乌光四射，巨钟轰然炸裂，乌黑碎片四处飞溅，气浪震散火海。萧炎黑雾收缩，闪电般飞出追击。吃！彩色绸缎射来，萧炎冷笑，猛地撞向柔软身影。凤青儿闷哼摔落广场，地面裂开，惊呼声响彻四周。对于这些惊哗声，萧炎没有理会，反而在无数惊讶目光中一脚踢向凤青儿，冰凉的手掌轻轻按在她的玉颈上，伴随冷漠的声音：你输了。萧炎脸色冷漠如冰，突然手指上的那戒颤动，一玉瓶毫无预兆出现，里面的青红血液释放强大能量波动。场上众人愣神之际，萧炎迅速将玉瓶收入纳戒。凤青儿盯着萧炎，眼中涌现异样光芒，感受到血液的强烈吸引力，心中涌起无尽诱惑。他沉吟片刻，双目露出震惊之色，古黄血晶。萧炎面无表情，什么意思？凤青儿冷笑，把你的东西交出来。你居然也敢触犯我天妖皇族的东西？雷尊者站起询问情况。凤青儿轻咬红唇，目光锁定萧炎。风尊者，不是胡搅蛮缠，我感觉到的古黄血晶属我族，不得外传。这是大忌，若传回族中，必将有执行队出手。众人愣了愣，脸色变了。我只是比试，不需如此大帽子。萧炎说道。冤枉！凤青儿冷笑。欲加罪何患无辞？萧炎淡言。凤青儿自认血液沸腾感不是错觉，要求搜索萧炎纳戒。凤青儿这话倒是令得不少人眉头微皱，搜查人纳戒，这可与查探人隐私差不多，但是想到萧炎当即点头答应下来，这让在场所有人，包括凤青儿，都愣了一下。风尊者眼中闪过一抹担忧，沉声问道：你确定没有问题？萧炎微笑点头，风老请放心，我不怕这种输了就泼污水的小手段，见得多了。凤青儿被他的话气得俏脸含煞，冷笑道：逞能啊，等我搜查出来，你会吃不了兜着走。萧炎嘴角勾起诡异笑容，如果我未被搜查出来，或许你要在大庭广众下道歉了。凤青儿冷哼一声，红色光缓缓在萧炎身上扫过，特别是那戒处，可多次扫描却无异象。凤青儿脸色难看。风尊者松了口气，红光渐退，凤青儿铁青这脸收入体内。萧炎淡淡问道：有结果吗？你把古黄血晶藏哪了？凤青儿牙咬紧，恨不得扒光萧炎。风尊者脸色微沉，凤青儿，别以为是天妖皇族，我就奈何不了你，别再搅局。雷尊者干涉道：或许是误会。凤青儿欲辩，见雷尊者皱眉，只能咽下。最后凤青儿瞪视萧炎：我不会善罢甘休。萧炎轻笑：忘了什么？风雷阁首席弟子不会出尔反尔吧？凤青儿脸色铁青，勉强道歉道：对不起。萧炎笑了笑，退后站在风尊者身后，懒得理会他。
至此，萧炎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算是一笔勾销。风尊者召唤巨鹰，带上萧炎离开。盘坐在鹰背上，萧炎望向已消失的雷山，心绪终于放松，但脸色突然向白，口中喷出鲜血，手掌上的碧绿火焰能燃烧。怎么了？风尊者惊讶地问道。萧炎目光紧盯着燃烧的手掌，火焰中逐渐逼出滴滴青红交加的血液。三人见状，眼中露出惊色。原来萧炎将此物藏在异火之中，未被搜查出来。